美食的历始始于人类对食材的认知，原生态的美味是大自然慷慨的馈赠。人们如此疯狂地追捧食鱼，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味道的鲜，而实际上，人类早已运用化学知识揭开了鲜的神秘面纱。研究表明，能带来鲜这种味觉感受的，主要是存在于蛋白质中的琥珀酸、核苷酸和谷氨酸等元素，而现代工业成功地把它们单独分离了出来。1906年，味精问世了，从此鲜被千百倍地浓缩进了这盒坚硬的颗粒当中，只需一点点，它就能轻而易举地提升食物鲜的程度。那为什么早已经拥有了鲜味中的精华，人们还要狂热地追捧食鱼的鲜？科技为什么没能拯救食鱼的命运呢？尽管味精已经与我们的生活有着紧密的关联，但它似乎并没能赢得人们更多的崇拜。人们对那种单调的模式化的鲜似乎既依赖又厌恶。人们在纠结的情节当中亲近着这种廉价而又便捷的提鲜方法。在快餐横行的现代都市，它畅行无阻，但对味的调和有着深刻领悟的中国顶级厨师们则不会轻易地使用味精。在他们的烹饪当中，通常会轻蔑地把它扔在一旁，他们宁愿用一些更为原始而繁琐的制鲜技术来得到鲜。在中餐烹饪当中，有一种历史悠久的提鲜方法，那就是运用高汤。高汤就是使用鲜度较高的食材加水长时间熬制而成的汤，在菜肴当中添加一点高汤，可以大大提升菜肴的鲜味。虽然高汤的制作耗时费物，但它所带来的鲜却是丰富和醇厚的。制作高汤的材料最为常见的是用老母鸡、猪骨、五花肉等鲜度较高的食材，厨师会根据实际需要进行搭配。高汤的熬制可以说是中餐烹饪当中的一个秘密武器。在味精、鸡精等现代制鲜技术还没有出现以前，中餐厨师就用它来赋予菜肴本不具备的鲜味。高汤的鲜度极高，只需放上一勺，菜品就会锦上添花，更加美味。在中国的西南各省，有少量的地方出产一种名贵的滋补佳品——燕窝。由于它采自深山的悬崖峭壁之上，极为难得，因此向来是进献王室的贡品。但同样营养丰富，燕窝与食鱼相比，却显得非常清淡，基本没有什么味道。这与他尊崇的地位极不相符。中国厨师巧妙地运用高汤，不仅赋予了燕窝崭新的味道，也创造出了一道品味极高的菜肴。我们一般选择形状完整的这个燕盏，而且是一种纯天然的、没有经过漂白的、颜色稍微发灰黑的一种燕窝。首先要对燕窝进行泡发，厨师所用的仍然是传承100年的传统胀发法。这道看似简单的工序，却需要2到3天才能完成。这相对于节省时间的化学漂白法来说，能更好地保存燕窝中的营养成分。泡发后的燕窝呈银白色，其中有一些不易察觉的黑色物体。这时就要开始一道更为繁琐的工序——除去杂质。
这一道很繁琐的，还有很磨练人心性的一道工序。一定要用白色的这个餐具作为底色相衬，才能衬出这些黑色的杂质和燕窝。这些黑色的杂质是燕子在筑巢时掺杂的干草和羽毛。厨师要用一双长长的竹签，细心地将它们一点一点清除干净。而这个时候，经常会遇到比人的头发丝还要细小数倍的绒毛。因此，整个过程要耗费5-6个小时。这不仅考验厨师的耐性，还考验厨师的眼力。一般都选用一些这个比较年轻的师傅，这个眼力非常好。老师傅呢达不到这种挑到这种细微的程度。厨师像呵护心爱之物一样精心处理着燕窝，只有这种发自内心的钟爱，才能让这晶莹的食材得到最完美的呈现。当燕窝已经被处理得纯净无瑕之后，还不能急着下锅。接下来，厨师要为它专门熬制上等的鲜汤。这道鲜汤要用到鸡肉、鸭肉、火腿、瑶柱等上等食材。这些鲜美食材将要把自己全部的精华奉献出来。我们要选用3年以上的母鸡，一定是自己觅食的鸡，一定是营养丰富，肉质很坚硬。厨师选用的鸡必须是农家散养3年以上的老母鸡，这与当下普遍充斥的从孵化到出售只需1个多月的工业化肉鸡相比，其风味截然不同。将所有原材料都切成块，放入锅中，先用小火慢慢熬煮。这期间，厨师必须守在锅旁，不时翻动食材，并除去浮沫。汤出来以后呢，一定是汤汁金黄，味香醇厚。虽然味精是披着高科技外衣的结晶，但提炼味精的主要原材料是玉米。即便会有化学和生物性的过程把物质转化成鲜的成分，并千百倍的浓缩，但与这些禽类食材中的精华相比，则会缺少许多难以描述的丰富的味觉特征。而选择熬制浓汤的主料必须非常严格，只有高品质的原材料才能诞生出品质最佳的浓汤。当3-4个钟头后，食材中的精华几乎都释放了出来，这时候的汤已经非常的醇厚，金色的光泽意味着最诱人的精华已完全浓缩进了这华丽的汤液之中。这是能征服最挑剔味蕾的完美之作。事实上，千百年来，为了追求鲜，这种古老而神奇的制鲜方法一直在中国美食世界里传承和发展着。但厨师并不认为这种深浓的汤色能与燕窝那晶莹剔透的美感珠联璧合。接下来，追求完美的厨师还要用一种特殊的方法，对浓汤进行一次魔术般的改变。取鸡胸肉，用刀反复地切剁成肉泥，中国厨师的行话叫腻子。鸡腻子剁好后，要先用水化开，把它倒在浓汤里，反复的搅拌。经过反复的搅拌，让这个鸡肉充分发挥它的吸附作用，把鸡汤里面的一些物质吸附到这个鸡肉上面。这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浓汤正在慢慢变淡。当年我师傅就跟我曾经说过一句话，说这个做菜呢就跟做人一样，一定要稳重。只有你细心的这个料理它，照顾它，才能把菜做得汤鲜味美。